大唐圣僧唐三藏，悉3位徒儿西行取经，途经群山万壑。夕阳西下时，忽见一座庄严华丽的庄院，灯火通明，气派非凡，似在召唤旅人歇脚。唐三藏：阿弥陀佛，前方似有居所，可供我等借宿一晚。孙悟空：师父，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这庄院来的蹊跷。行至近前，庄院门楣上赫然悬挂福陵山云栈洞之牌匾，门前青石台阶整洁，两侧奇花异草盛开。夜幕下的庄院更显神秘雅致。猪八戒：师父快看，想必是大富之家，定有佳肴美酒。唐三藏心怀慈悲，便命孙悟空前去叩门。大门轻启，一位年迈却慈祥的妇人迎了出来，身后跟着3位绝色女儿，顿时屋内暖意与芬芳扑面而来。唐三藏：贫僧师徒路经宝地，想借宿一宿，不知可否方便？老妇人慈爱地邀请师徒入内，诉说他们孤寡无依，欲招赘贤婿。3位女儿皆是花容月貌，温柔娴熟，让猪八戒看得眼花缭乱。猪八戒：师父，这户人家真是善心，还想招赘礼。孙悟空低声：师父，切莫上当，此处恐有妖气。老妇人见唐三藏仪表堂堂，便向他提出婚配之意，愿将家产尽数相赠。唐三藏闻言，双掌合十，坚决辞谢，重申佛门戒律。唐三藏：贫僧已是出家之人，心如止水，实不敢违背佛门清规。老妇人转而询问3位徒弟，沙悟净沉稳回绝，表明心志。孙悟空更是心知有意，言语巧妙地推脱，不落痕迹。沙悟净：老菩萨明鉴，弟子已随师父出家，断了红尘之念。孙悟空：老奶奶说笑了，俺老孙乃是野惯了的猴子，不配此等美事。唯独猪八戒一听招亲，立马心花怒放，两眼放光。他看着3位美貌女子，心中盘算着如何金屋藏娇，享尽荣华富贵。猪八戒暗想，这正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俺老猪可不能错过。老妇人见唐三藏师徒态度坚决，便假意离去。待夜深人静，猪八戒按耐不住，偷偷溜到后院，想与那女子私会。他心冲冲地走到约定地点，却见那3位女子正在花前月下嬉闹。猪八戒心中窃喜，以为美梦成真。猪八戒自言自语：哈哈，这福气可真是落在俺老猪头上了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观音菩萨与文殊、普贤、骊山老母等诸仙所设下的考验。他们变化为凡人，只为试探取经人的禅心。夜色渐浓，女子们引诱猪八戒至一间屋内。他以为要与家人共度良宵，不料却是仙人施法，将他牢牢捆绑起来。猪八戒：哎呀，这是作甚？美人儿，为何将俺老猪绑起来？猪八戒被绑得结结实实，无法动弹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他身上涂抹稀泥，将他吊在树上，任凭寒风吹拂。猪八戒哭嚎：哎呦，这是何苦来哉？冻死俺老猪也！天色微明，唐三藏师徒醒来，发现猪八戒不见踪影。孙悟空心中早有定数，便带着师父和沙悟净前去寻找。唐三藏：悟空，八戒不知去向，莫不是出了什么岔子？孙悟空：师父莫急，且随俺老孙来，定能找到这呆子。循着猪八戒的呼救声，他们来到后院，
只见猪八戒被吊在树上，全身泥泞，冻得瑟瑟发抖，状甚狼狈。猪八戒涕泪交加：“师父，救命啊！徒儿被妖精害惨了。”孙悟空：“你这呆子，怎的这般贪色？这下吃亏了吧？”孙悟空见状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他施展法术，解开了猪八戒身上的绳索，并将他从树上放下来。就在此时，庄院突然霞光万丈，锐气千条。那老妇人和3位女子顿时现出真身，原来是观音菩萨与文殊、普贤2位菩萨以及骊山老母。观音菩萨：“唐三藏，你禅心坚固，无甚欣慰。然八戒之心尚需磨练。”观音菩萨慈祥地告诫了猪八戒一番，并将他收取的金银珠宝尽数化为泥土。这一切都是为了考验师徒的道心，提醒他们莫忘初心。猪八戒：“惭愧，弟子知错了，往后定当清心寡欲，不再贪恋女色。”诸位菩萨见目的已达，便驾祥云而去，庄院也随之消失，只留下清风明月和一片空荡荡的山谷。师徒4人心中震撼。唐三藏感念观音菩萨的慈悲教诲，更加坚定西行取经的信念。沙悟净与孙悟空也从中领悟到修行的艰难与重要。唐三藏：“此番教训，实为我等修行路上的一面明镜，永不敢忘。”经历此番考验，猪八戒虽然狼狈不堪，却也铭记于心，日后再不敢轻易动凡心。师徒4人整顿行囊，继续踏上漫漫西行之路。猪八戒低声：“惭愧，惭愧，徒儿以后定当安分守己，